19世纪末的美国，正处在一个野蛮生长、英雄辈出的镀金时代。铁路在延伸，工厂在轰鸣，财富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在所有巨头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至今仍让华尔街闻之色变。他就是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父亲是个流动的假药贩子，家庭生活动荡不安。从6岁起，他就开始兜售土豆和糖果。16岁成为一名小会计，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本小小的账本上记录下每一分钱的进出。这个起点卑微的年轻人，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熊熊烈火。他看到了石油的未来，一个能照亮整个美国的巨大产业。但他进入这个行业时，面临的是一片混乱的、血腥的战场。成千上万的投机者疯狂涌入，油价暴涨暴跌，竞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洛克菲勒是如何在这片修罗场中崛起的？他靠的不是更先进的钻井技术，也不是更雄厚的资本，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被当时所有人唾弃的整合策略。他没有把精力放在钻更多的油井上，而是悄悄地控制了炼油环节。他用铁腕手段，或收购，或击垮，或威逼利诱，将一个个炼油厂纳入自己的版图。他与铁路公司秘密达成协议，以庞大的运输量为筹码，换取了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运费折扣。这意味着他的成本永远比别人低，他的刀永远比别人快。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商业上的不道德。报纸漫画将它描绘成一条吞噬一切的巨蟒，政客们在演讲中对他口诛笔伐，竞争对手们更是用尽一切恶毒的语言来诅咒他。他被称为垄断者、吸血鬼、商业暴君。几乎整个美国都在打压他，都在批判他。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差评，洛克菲勒是如何回应的？他几乎从不公开回应。他既不愤怒，也不辩解，更不内耗。他像一架精密的机器，屏蔽掉所有外界的噪音，只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建立一个有序、高效、覆盖全国的石油帝国——标准石油公司。当别人在骂他的时候，他在建立自己的管道网络，彻底摆脱对铁路的依赖。当别人在攻击他的时候，他在投资科研，大幅提高石油的利用效率。当别人在诅咒他的时候，他正在建立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托拉斯，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将光明送进了美国的千家万户。最终，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 90% 以上的石油市场。洛克菲勒成为了地球上第一个亿万富翁，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之一。那个曾经被全世界打压的男人，用他的沉默和行动回应了所有的质疑。从洛克菲勒的故事里，我们能提炼出什么核心品质？不是他的商业手腕，也不是他的财富密码，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乎内心力量的东西——宠辱不惊的钝感力。这是一种强大的自我评价体系，它像一个坚固的内核，让你不因外界的赞美而自满，更不因外界的打压而自毁。它是一种能够将所有负面能量、批判、嫉妒、攻击、过滤、转化，并最终变成驱动自己前进的燃料的能力。洛克菲勒的伟大，不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而在于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的成就。
不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赞美，而取决于他消化了多少诋毁。而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正是这种钝感力的修炼。如何在一个充满比较、嫉妒和打压的世界里，停止内耗，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把所有的差评都变成你向上攀登的垫脚石。第一重境界，看破迷思。为什么你越优秀，越会被打压？我爱人的经历是无数优秀职场人的缩影，不争不抢，默默耕耘，业绩斐然，却发现自己成了团队里那个最不受欢迎的人。这背后的逻辑残酷而真实。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告诉我们，人是一种天生就活在比较中的动物。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与周围人的对比。当你的优秀像一束光，刺破了办公室里那种心照不宣的平庸的舒适区时，你就打破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你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人的不安、焦虑和嫉妒。他们内心的声音是：他凭什么比我好？这不公平。为了缓解这种内心的失衡，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式，不是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你一样好，而是通过贬低、孤立，甚至打压你，来把你拉回到和他们同一个水平线。这样，他们内心的秩序就恢复了，世界又变得公平了。所以，请记住第一个反常识的真相：被打压，往往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恰恰是你做对了什么。就像你去菜市场买白菜，你只会对那颗你真正想买的、看起来最新鲜的白菜挑三拣四，说它有虫眼，说它叶子黄，目的只有一个：压价。对于那些你根本看不上的烂白菜，你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所有对你的打压，本质上都是一场价值的竞拍。对方要么是想用最低的成本持有你的价值，比如通过打压让你降薪，让你承担更多工作；要么是因为无法持有而选择摧毁你的价值，以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看透了这一点，你就能从受害者的心态中解脱出来。每一次被打压，不再是让你内耗的负资产，而是一次确认你自身价值的信号弹。它在提醒你：嘿，你很优秀，优秀到已经让别人感到威胁了。尼采说，凡是杀不死我的，都会使我更强大。而我想说，凡是想打压你的，都在无形中为你加冕。第二重境界，心理博弈，从情绪的奴隶到能量的主人。看破了被打压的本质，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如何在被打压的当下，进行漂亮的回击和高维的转化。这不仅仅是话术的技巧，更是一场心理的博弈。一战术层，用认知失调的盾反弹一切语言攻击。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的应用非常精妙，其核心在于打破对方的心理预期，让他陷入自我怀疑。想象一个场景，团建时，一个同事当众对你说：你怎么穿得这么土？他的预期是什么？是你面红耳赤、尴尬、愤怒，或者至少是沉默不语。只要你表现出任何一丝负面情绪，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成功地用一句话控制了你的情绪，确认了他在心理上的优势地位。而高手会怎么做？微笑，直视对方，用一种极其真诚的语气说：是吗？我也觉得，我的审美确实不太行。
要不你最有品位了。一会儿吃完饭带我去商场逛逛，帮我挑几件，我请客。这一招包含了3个层次的威力：认可、谢力，你说的对，直接把对方挥来的拳头变成了一次握手，他积蓄的所有攻击能量瞬间无处着力。扩大化，升为你最有品位了，帮我挑几件。你不仅认可了他，还把他捧到了一个时尚导师的高度，这让他骑虎难下。如果他拒绝，就等于承认自己刚才只是在无理取闹；如果他答应，那他就真的要为你付出时间和精力。回抛，反制，我请客，把一个攻击性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他来决策的合作性问题。皮球被你优雅地踢了回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对方会瞬间认知失调，他预想的羞辱剧本没有上演，反而自己被架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会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招惹你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家伙。这套认可加扩大化加回抛的心法可以应用在各种场景，它的精髓在于永远不要在对方预设的战场里用对方期待的方式去战斗。你要做的是跳出棋盘，重新定义游戏规则。2、战略层，建立自我评价的核，屏蔽一切外界噪音。战术只能应对一时的攻击，而真正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的是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自我评价体系。武志红说，我们最初都需要通过别人这面镜子来看清自己是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他人的评价，因为我们把定义我是谁的权利交给了外界，而真正的成熟就是把这面镜子从别人手里拿回到自己心中。这个过程需要刻意的练习，可以分为3步：觉察与分离。当负面评价来临时，第一反应不是认同或反驳，而是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冷静地观察它，在心里对自己说，哦，一个我不行的念头出现了，或者哦，一个他不喜欢我的评价来了。把我和评价分离开，你不是那个评价，你只是听到了那个评价。情绪的呼吸，承认这个评价让你感到了不舒服、愤怒或委屈，不要压抑它，也不要被它淹没。做几次深呼吸，想象把这些情绪随着呼吸排出去。记住，情绪只是暂时的能量流动，它会来，也就会走。理性的重建，当情绪平复后，拿出一张纸，画一条竖线，左边写下外界的评价，右边写下我的认知。比如，左边写同事说我的方案没创意，右边写我认为我的方案虽然不够惊艳，但逻辑严谨，可执行性强，符合甲方的核心需求。通过这种方式，你是在用自己理性的声音去对冲外界感性的评判，你是在告诉自己，我有我自己的标准。这个过程就是找回主体性的过程。当你不再需要从他人的眼光中寻求认可时，你就获得了一种终极的自由。外界的打压就像风吹过一座山，虽然呼啸，却无法撼动山体分毫。3、哲学层，拥抱成长型思维，在不完美中进化。史铁生说，命运把我推到悬崖边，我就在这里坐下来，唱支歌给你听。这是一种何等强大的生命姿态，它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成长型思维，接受缺憾，并与缺憾共舞。完美主义者是固定型思维的重灾区，
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是恒定的，所以每一次被打压，都被视为对自身固定价值的否定，因此痛苦不堪。他们活在一种不能犯错的恐惧中，而成长型思维者则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发展的。每一次被打压，每一次的差评，都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宝贵的反馈数据。它在告诉你，哪里还有提升的空间，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罗振宇分享过自己左耳失聪的经历，在经历了半年的焦虑和挣扎后，他最终选择接受这个破耳朵。当他心境转变，决定与这个不完美的自己共处时，痛苦就消失了。他把一个缺憾变成了一个特点。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缺点，而是懂得带着缺点去积极生活。他们把人生的焦点从证明自己转移到了成长自己。所以当打压来临时，你的心法应该是：谢谢你的反馈，其中有价值的部分我会吸收，作为我成长的养料。其中情绪化的部分，那是你的功课，与我无关。我们再回到那个被全世界诅咒的洛克菲勒，他晚年投身于慈善事业，捐赠的财富总额超过了他一生赚到的钱。他创办了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以及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曾经的吸血鬼，最终成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圣人。他用一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宠辱不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比喻：当你站在1楼，有人骂你，你听得清清楚楚，会非常愤怒；当你站在10楼，你隐约能听到，但已经不太在意了；而当你站在100楼，你向下望去，只看得到风景。那些曾经刺耳的声音早已消散在风中。外界的声音是否能伤害到你，不取决于声音有多大，而取决于你站在哪里。所以别再把宝贵的生命能量浪费在与那些打压你的人的缠斗中了。他们之所以有时间有精力来打压你，恰恰说明他们还停留在原地，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向上走。把每一次打压都当成一次引体向上的助力，把每一个差评都当成一块能量棒，把每一份嫉妒都当成你前进路上的聚光灯。专注于你的目标，专注于你的成长，专注于提升你的楼层。终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辗转反侧的打压，那些让你痛苦不堪的批判，都变得如此渺小，如此不值一提。你甚至会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的存在，才让你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要去往的方向，才让你如此坚定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高度。最后，留给屏幕前的你一个问题：回想最近一次让你感到被打压的经历，如果用今天我们聊到的心法去复盘，你会如何应对？你从中看到了怎样一个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反击宣言。